乡亲们，先进城吧。等一会儿我见了李耳朵，一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。来，进城喝口粥，暖和暖和。来，进来吧。让快！谢谢刘大人。乡亲们，快点儿，那边就是粥棚，辛苦你们了。快来做吃的了，没活命了，夫人啊！老爷，我们还是棋输一招了。哎，夫人，这怎么是输呢？这分明是咱们赢了呀！你想他们来这手是为什么呀？不就想让咱们一拳抡到棉花包上了吗？让你打空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但他用的棋子儿可是老百姓，咱们不这么干。老百姓够惨的了，不能让他们吃亏，是吧？哎，刘大人，请。刘大人，夫人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我家李大人知道你们要前来，特意提前安排了官驿，可否请各位大人先去歇息片刻？刘大人，可否恳请您跟我去一趟府衙，救救我家李大人？是你们李大人让你来请我的？不是，李大人现在一心求死，除了安抚灾民，没有下达任何指令。他还一心求死。现在能救他的也只有您了。行啊，我跟你去一趟。大人，请。哎，老爷，你真要去啊？是啊，大人，什么一心求死啊？你别听他的，让他自己演戏去。去一趟吧，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！这是。老爷，我跟您去。大人，我跟你去。大人，还是我护着你去吧。这么着啊，喜儿啊，跟秦朗跟我一块去。子枫，你还是保护夫人。好，老爷，那你千万要小心，小心那个李耳朵再算计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刘大人，请。刘大人，您给条活路吧。请刘大人给孩子一条活路。如果我们家老爷死了，我们家就真的家破人亡了，只能沿街乞讨了。喜儿啊，哎，把夫人孩子扶走，回房歇息。夫人。你也退下吧。是。李大人，起来说话。卑职深知渎职严重，才让治下的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罪该万死啊！如果您不原谅卑职，卑职宁死也不屈。李大人，为官者，上对得起天子，下对得起百姓，关键是中间要对得起良心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来，起来说话。刘大人，任官一地，要做到良心二字，谈何容易呀！卑职不像刘大人，在相之后，家境优越，身居高位。像我们这些下层的官员之风，您是有所不知啊。就说卑职吧，自小家境贫寒啊，母亲含辛茹苦为我求得一官半职，这当年为了给我凑着赶考的盘缠，一个大冬天啊，给大户人家洗衣服，不知洗了多少件，双手落下了终生残疾。这如今，每当我看见母亲这双残疾的手，
我这心里都在暗自流泪。大人呐，卑职为官之初，也像您一样，想清廉为民。可是这个，最后也无奈随波逐流了。卑职只求大人，看在犬子年幼，母亲身残多病，留卑职一条小命。李大人啊，这就严重了。李大人，整件事情我看的是非常清楚，这一点你记住。再有，本官没有说过要参你一本这句话，而且知错就改，及时补救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也给百姓施了粥，安排了住处，那个什么袁捕头也在门口负荆请罪了吗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么说，刘大人，您原谅卑职了？这个先不说，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。李大人，先把官服收回去。林清州的百姓还指望着你给他们当家做主。卑职犯下如此重错，实乃是昏庸之极呀！请起，请起，坐下说话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李大人，你总说你昏庸，谁说你昏庸了？你的手段有目共睹，谁没犯过错呀？我刘墉不也被贬了吗？走。刘大人呐，卑职怎敢跟您相提并论呢？您曾是咱朝廷一品大员，我李耳朵只是个区区的知州，在您眼里算个什么呀？李大人，都是同朝为官，伺候天子，官职不同，只是具体办的事儿不同罢了嘛。只是身为一方父母，却没保住百姓救命的粮食，我无能啊。听李大人的意思，难道赈灾粮还有什么隐情吗？连年灾荒，颗粒无收，我这林清州稍微年轻力壮之人都已经落草为寇了，四处烧杀抢掠。就说这赈灾粮吧，都被他们抢光了，要不然百姓也不至于一点没有吃喝呀。那李大人知道是何人所为吗？不但查清了此人，而且我还抓住了他，就是我林清州的山贼镇山虎。人是抓住了，但是这粮食却被他早已转卖了呀。我是又气又恨，恨的是他，气的是我无能啊。要说起赈灾粮来呀，我倒还真是想亲自见见这个镇山虎。卑职马上带您去牢房提审他。好了，李大人，连日绝食，身体虚弱，让底下人给你熬碗粥，我自己上监狱提人就可以了。大人，那我已把馆驿打扫干净，还请你们住在馆驿，这样，卑职也好随时向您汇报灾民的情况。好吧，那我再叨扰几日，等安抚好灾民之后，自行离开。告辞。谢谢刘大人。这李耳朵花样还真是多，一看就是虚情假意。我真不明白了，老爷为什么还要去见他？夫人，老爷既然去了，肯定有他的打算，您就别担心了。
我才不担心他呢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贺子峰吧。贺大人这么厉害，我可不担心他。哎，对了，子峰呢？喝酒去了。喝酒？秦普都叫他去的，说给他解闷儿。这个秦朗平时看起来闷不吭声的，关键时候还挺细心。是哈，不过老爷看人一向准。哎，你要这么喝，一会儿喝多了，我可不扛你回去啊！你回去吧，甭管我。喝酒不喝多，那不白喝了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英雄啊都有走麦城的时候。哎，贵城门口那几个衙役有没有打你的人啊？有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有时间你叫上我，把那几个人给揍一顿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可以啊，秦大哥。哎，这么着，动手打人不用你帮忙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孟南姑娘也叫过来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让她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收拾那帮杂碎的。我这回回来，我觉着她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什么？不瞒你说啊，通过这件事，你在孟南心目中的形象确实是一落千丈。不是，你也这么觉得？那，秦大哥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挽回形象？你帮我分析分析。扳不回来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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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子枫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真心喜欢邱梦楠吗？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她。我瞎说啊。这是你，这是邱梦楠，你是三品带刀侍卫，你每天接触的都是谁啊？皇上、王爷。但人家孟南姑娘呢，一个小小的仵作，人家接触的都是平头百姓，要不然就是不喘气儿的。你们之间，我不在意呀。你是不在意呀，从高了往低了看，他都不在意，但是他中间差距太大呀，这门不当户不对。而且你看，你出现在人家孟南姑娘面前的时候，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，气场太足，人家本身就犯怵，你再穷追猛打，人不躲你躲谁？看来我还真是不够了解他。哎，秦大哥，那你跟孟南姑娘的父亲有交情，你还是本地的，你说，就我们这个情况，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相处呢？你帮我分析分析。这交情归交情，你要说让我帮你揍谁，我手拿把攥。但是你要让我帮你追姑娘，这我是一窍不通啊！怎么会一窍不通呢？哎，那你跟那个酒馆老板之间，你们之间处理的不是也挺好的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情况能一样吗？那是我嫂子。还跟你说急了。行啊，你嫂子我说错了啊，我自罚一瓶。哎呀，行，一个嫂子，还跟你说急了。看来咱哥俩也算是同病相怜。得，我不问你，我自己分析吧。晚上要不要喝两杯？行啊，叫大家一起。但你别惹祸。谁惹祸？大哥，刘大人，哎，那边看看，走。
大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们回来啦？我们听说你们回临清州了，觉得这次是场硬仗，怕人手不够，就过来帮忙。那这次可不要鲁莽了。你伤好了吗？哎，都好了。那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赶紧去好好休息吧，我让七彩给你们准备些好吃的。谢夫人。谢夫人。刘大人亲自给我送行来了。哎，看怎么说了，喝点聊聊，聊不好给你送行。你就赶紧把我砍了啊！我这也就解脱了。砍你脑袋，把你急得够呛啊！先说啊！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说粮食的事儿啊！抢粮食这事儿，前2年我干过几回啊。那年大旱，村子里啊，颗粒无收。我们村100多号人，饿死剩下70、80号了。我跟剩下的几个弟兄，为了保命，结过几回。问你这次，我做事儿，说1是1，说2是2，做了就做了，没做就没做，做了我认。但是李尔多这次栽我身上的罪名，我真没做过。所以，刘大人，您砍我脑袋行，但是让我认这罪，我做不到。哎，那就不对了呀。以前那是以前，咱先不说。这次你要不认的话，官府没法砍你脑袋呀。刘大人，这个镇山虎啊，这个名号啊，就是一土匪。所以啊，我想，您这次把我脑袋砍了呢，如果真能震慑四方，老百姓落点实惠，哪怕是老百姓碗里多一口粥，手上多一个馍，也算我这辈子积德。哎，这话我爱听。来，喝一个。接着说。刘大人啊，您是真为老百姓做实事啊！就前些日子您杀的那个叫索什么图，那真是为老百姓去了一霸呀！就冲这事儿，敬佩您。来，谢谢您。那个，接着说，聊来。哎呀，刘大人，你还是砍了我吧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？啊，这话怎么从哪儿说起呀？这么着急想被砍脑袋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。您还记得您在山路上中的那一箭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说的是你给我一箭这事儿吧？但是那一箭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奔要我命来的。你要真想要我命，咱俩就没法坐这儿喝酒，对吧？刘大人，说实话，那天我没憋好屁，我真是奔射死您去的。但是就在那一刻，心软了一下。就凭这事儿，您砍了我，行？不行啊！真山虎，这是2笔账，一个是私仇，一个是公事。我先跟你说这私仇啊，你凭什么射我一箭呀你？刘大人，你还记得徐武吧？我记得呀，徐武跟你有关系。徐武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跟在他身边的人，那是我亲弟弟。我从小爹妈死得早，那小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。结果你们抓徐武那天，把他给杀了。我觉得我要是不报这仇，我就觉得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但是，我要真把您射死了，我觉得我的良心过不去。哎，行吧，咱俩这私仇就算过去了，好吗？
刘大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还什么意思啊？你射了我一箭，没把我射死，我没法抓你呀，我也没法把你脑袋砍了啊。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啊，哦，我现在跟你谈公事。哎，公事是国事，事关重大，必须严谨。真山虎，劫粮一事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，不是你干的就不是你干的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干没干？大人，这事我真没做过。刘全儿，老爷，叫人给他解料送吧。哎，真山虎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大人，你就这么把我给放了？那怎么着？公事已了，私仇已清，不放你怎么着？我也没法砍你脑袋呀。大人，我镇山虎今天算认识您了。那个，您的箭伤不要紧吧？怎么不要紧呢？我到现在还疼着呢，我。再说你那是一箭吗？你大人，那第二箭我不是奔您去的，我是奔你身边那姑娘去的。我寻思着我不能射你，我还不能射她吗？谁曾想，你还替她打了一箭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挡那一箭我是无心的，是人家姑娘命好。真山虎，回家之后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手伤人，当个好人。哎，老爷，原来你手顶上的伤是九球姑娘受的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是蒙的。哦，没想到老爷还玩英雄救美呢。你拉倒吧你！心儿啊，这个事儿你知道烂到肚里就完了，跟谁都别说。明白了，走，知道了。喝，我让你喝。秦捕头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喝多了。哎呦，你是不是也喝不少啊？我没事儿。坐这儿，快歇会儿。不用，你照顾他，我回去了。你注意点儿，路上。回去多喝点水。哎，怎么喝这么多呀？哎。南姑娘，哎，何子峰怎么了？喝多了，我给他擦擦。哎呀，你怎么能干这活儿？来，我给他擦，你回去休息。好，我擦不死。你轻点给他擦，他喝多了。我擦的挺轻的。南姑娘，贺子峰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人家七彩照顾你，你还叫着孟南姑娘的名字啊？叫那把家，你还……接点，
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来。哎，你怎么还给何子峰洗衣服啊？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？衣服都臭了。臭男人嘛，不臭不符合他气质。怎么说话的呀？再说夫人让我帮他洗的，不洗能行吗？哦，夫人交给你的，那还行。但是夫人为什么把贺子峰的衣服交给你洗？什么意思呀，刘晓？贺子峰昨天晚上太过分了，你又照顾他，又给他洗衣服，可他心里还想着别人，你对他的好他又不知道。我这是替你打抱不平。我用你帮我打抱不平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！昨天你走了之后，他叫的更欢实了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我这……哎，大清早的，你们俩怎么了？啊，孟楠姑娘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儿，肯定有事儿。七彩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孟楠姑娘。对了，我还有别的活呢，我先走一步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？孟楠姑娘，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，但是又跟你脱不了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把话说明白点儿。昨天晚上吧，贺南姑娘，哎，贺侍卫，早啊。早。贺子峰啊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，见了连声道谢的话都不说，你还当没看见我？我需要看得见你吗？哎，你这人该不会不认账了吧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回来后是我照顾你的，你还哇哇吐了我一身，你现在假装不记得了？哎，我说你这……哎，孟兰姑娘，你要晾衣裳啊？怎么不喊我帮忙啊？这不是我要晾，是七彩，她还没洗完呢，我去帮帮她啊！你们聊。啊，那个秋，这怎么走了呀？贺子峰，你真行啊！你这一下可得罪了2个人啊！什么叫我得罪2个人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本来是人家七彩照顾你，你突然叫着孟楠姑娘的名字，后来人家七彩气的就走了。胡说八道，不可能！我胡说，不信你问七彩去。谁把衣裳洗了？怎么了？我这衣裳不能这么晾，得自然风干，阳光一晒会掉色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贺子峰，我发现你喝了2两酒，看把你能的，你事真够多的。不是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七彩儿，你想什么呢？有心事儿？没有，没有，还说没有？你都写在脸上了。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。说说呀，把你这心事都说出来，跟我说说。贺侍卫昨天喝多了。喝多了？这事儿我知道。刚才喜儿还说呢，说他吐了一宿。那他跟你说他叫你名字的事儿了吗？叫我名字？一直叫你名字。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吃我醋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喜欢贺侍卫。真的呀？真的呀，他人倒是挺好的，我也不反感，但是他长得精神又高，他你都看不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又高又帅的，反正吧，就一定得是有担当、有责任的成熟男人，做起事来很认真啊。平时呢还挺幽默的，可爱起来呀像个孩子。孟楠，这话我可提醒你啊，少当哥哥面说，要不然他再给你赶出去。你想什么呢你又想多了。我说什么了吗？你还没说什么。我发现你这人，我好心安慰你，你拿我打趣儿是不是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来，
多吃点，吃。哎呀，老爷，看什么呢？看那么久。李耳朵呀，差人送来一幅画，让我给提意见。他字画再好有什么用？再怎么看也像个坏人，就知道演戏。哎，我觉着还可以，他至少不愿意跟那帮脏官一块儿演戏吧？可能有好些个身不由己的地方。哎，你看他这画就能看得出来，处处隐忍，处处藏拙。哎，可惜了，当这官儿。老爷，你是怎么了？这出去了一次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了？没有，嗨，我也没说他就是个好人，我觉着他就像个好人而已。就看他被这山东官场啊污染到什么份儿上了。我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赶紧把案子办完了，跟我一起回去。住在这临清州啊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哎，夫人啊，可能还得再待一段时间。不管等多久，我这次啊都要在你身边陪着你。夫人，其实我还一直想跟你说呢，你没必要在这儿遭这个罪。你看，又有话不跟我说。不是，你看这明天我得带着秦朗去粮库查一查。李耳朵答应20天的赈灾粮，其实到底够不够我不知道。只要一走，老百姓又得饿肚子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就别去了，我去，回来向夫人汇报，好吧？那我在这驿站也没意思呀。夫人可以去赈济灾民呢。这个好啊，我可以去给他们施粥。哎，顺便监督李耳朵。夫人辛苦，来，夫人辛苦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给什么人送来的？一个孩子，是谁让他送的也不知道，我就让他走了。你们拿去看看吧，可能我们要忙起来了。临清州居然有人转移一批私吞的赈灾官粮，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？现在临清州正是缺钱少粮、安抚难民的关键时刻，再发生这种事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李耳朵就没那么简单吧，还藏着这么一个秘密。刘大人，那这个纸条会是谁送的呢？还是在这么个关键时刻？好事啊，说明出现跟他不一条心的人了呀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明天开始，我们顺着这个纸条提供的地址开始查这个赈灾粮藏着什么猫腻。子枫呢，你在家里负责家里人的安全，随时传唤啊。好，而那个老规矩，没有查明真相之前，一切不要告诉夫人。好。大人，这纸条上写的，这儿就是藏赈灾粮的地方，可我怎么看着像粮库啊？如果是粮库的话，看看吧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哎呦，刘大人，李大人，还真是刘大人呐！啊，秦捕头，大人，我还以为属下他们看错人了呢。没有。哎呦，李大人，这怎么个意思？这个
刘大人，这是我临清州赈灾的粮库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。哎呦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见着有人守着呀。哈哈，这不是之前有袁捕头的事在前啊。站在暗处的岗哨啊，发现是您和秦捕头在转悠，也不敢上前来劝阻，就马上禀报于我。我还纳闷呢，这刘大人怎么会转悠到这儿来了呢？怪我了，怪我了！哎，李大人，我这个人呐，愿意瞎溜达，这不走到这儿吗？看见我说这处宅子不错呀，进来看看吧。没成想是粮库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哎，李大人海涵啊，海涵。粮库的确是粮库啊。我说李大人，既然走到这儿了，是粮库，那咱们看看，现在咱们还有多少存粮啊？这是。刘大人，您是不是担心下官克扣赈灾粮饷，不下放给百姓啊？哎呦，李大人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？这不是灾民多吗？本官也是着急呀，就说去看看这还有多少存粮。为打消刘大人疑虑，您还是看看为好。来人呢，把各个门都打开，让刘大人查看查看。不必，不必，不必。哎呀，不必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让李大人多想了，不必多看啊。您海涵。哎呀，刘大人为民着想，下官理解，但也请刘大人放心，既然我定了10周期，就不敢有半点懈怠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就不麻烦了，告辞啊！哎，别，刘大人既然来了，咱们也得到府上小酌几杯，让下官尽一下地主之谊嘛。哎，不了，改天吧，改天上府上给李大人赔罪。哎呀，那您太客气了。那就不耽误您了，刘大人。啊，那好，请。大人，这刘墉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得寸进尺，跟着他，不能放过他的一举一动。是。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贺大人，进来。我是来还你东西的。你这不是我的呀？是，荷包不是您的，可里边银子是您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前几天闲着没事儿，就温习了下女工，刚好昨天看见你的荷包破了一个洞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个荷包您先用着吧。你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不贵重，不贵重，您救了我的命呢，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了。这个荷包大人一定收下。哎呀，你这个……那七彩先不打扰您了，告辞了。哎，不是。哎，大人，里面我查过了，没有官银，粮食也就30-50袋，甭说10周20天了，3天都难坚持。你查仔细了吗？查仔细了，地板墙面都查了，没有问题。那不对呀，纸条上提供的位置就在这儿啊，这怎么会没有痕迹呢？这个会不会是那纸条上提供的消息是错的，故意扰乱视听啊？没必要吧？如果没有这个消息，我们可就快走了。混淆视听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这个位置一定不会那么简单，否则不会我们刚一到，李尔多那么着急就赶来了。这样，明天呀，咱俩再上周边去问问，看看百姓那有什么线索。
叫项武、葛春盯住了，有消息及时来报。是。快马加急，送往济南。明白。哎呦，这位大姐，叨扰叨扰啊！你们是干嘛的？啊，我们呐，东昌府的生意人，说是啊，想在附近琢磨处宅子，哎，看看房。您给说说，这附近有什么好地儿没有啊？买宅子啊，千万别在这附近买。哎呦，这话怎么说？这个？哎呀，你们听我的就行，去别处去吧。哎，不是啊，大姐。您看我们这外地人也不了解本地情况，我们这看着这都挺幽静雅致的呀。那这有什么玄机？您得给说说呀。看您是富贵人家，千万别沾这儿的晦气。这附近有处宅子啊，是鬼宅。哟，鬼宅怎么说？嘘，小点声。离这不远，这宅子几年前全家人都死了。哦。自那之后，每到深夜。传出奇怪的声音，有胆大的去看过，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，治都治不好，没一个跑得了的。哦，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